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有一种呆萌的小动物，它明明长了一张松鼠脸，但下半身却长成了鸭子，脚上有蹼，尾巴还是一个大船桨。它的名字叫河狸。你说它是生活在河里的狸猫吧，但它这个不要购物袋的走路姿势又一点儿也不迅猛。你说它是个狡猾的大耗子吧，它又经常被自己啃倒的树木压死。你说它蠢吧，但它又是全球顶级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的吉祥物。为什么理工男都喜欢这个小动物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时间回到1954年，纽约大旱，山林里全都没有水了。最严重的熊山公园周围几条小河的河床都已经龟裂了。但人们发现熊山公园里面竟然一片翠绿，水草丰盛，反而比往年更加湿润了。为什么熊山公园的保湿效果就会这么好了？科学家研究以后发现，这并不是因为地下水，也不是因为植被覆盖率高，而是因为河狸。在人类之前的时代呢，整个北美、欧洲一直蔓延到新疆、蒙古，都是一大片湿地，遍地都是河狸坝。河狸和松鼠一样，它们是啮齿目，牙齿会不停地生长，所以为了磨掉多余的牙齿，它们就必须一刻不停地啃点什么东西。松鼠啃松子，河狸就选择啃树。它们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开始没日没夜的啃树，啃倒以后呢，就拖到河里建成堤坝。建完坝以后，还给自己建一个像小岛一样的巢穴，巢穴可以通风，可以居住，还可以储存食物。巢穴的入口在水下面，必须潜水进入，这样还能够抵御天敌，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计。通常一只河狸要完成水坝和巢穴，至少需要啃倒100多棵树木。一只大耗子啃倒100棵树，它的牙齿是铁做的吗？这个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就会发现河狸有一口橙红色的牙齿，而我们能想到的动物牙齿几乎都是白色的。这是因为牙齿外面有一层外壳，人类和大多数动物一样，选择用金属镁来打造这层外壳。镁离子没有颜色，所以最开始这层外壳是半透明的，这个你仔细观察婴儿就会发现。但慢慢的，这层外壳中的钙越来越多，外壳的透明度呢也就越来越高，外壳底下的淡黄色也就显现出来了。河狸是自然界中的一个例外，它选择用金属铁来打造这层外壳，铁离子是红色的，所以河狸这口红牙真的是用铁做的。另外，铁的抗酸性不知道比钙镁好到哪儿去了，所以河狸这口铁牙根本不怕蛀牙，细菌分泌的酸性物质一点都伤不了它这个铁外壳。还有一个问题，啃树、破坏森林、阻塞河道，这不应该是在破坏环境吗？为什么熊山公园不干旱的原因会是因为河狸了？其实这就是湿地在大自然中的神奇作用。河狸筑坝以后，就会在河道上产生一大片湿地。虽然这片湿地里再也长不了高大的树木了，但是湿地可以为各种动物提供栖息地。据统计，在美洲，湿地仅仅使用了2%的土地面积，就支撑了80%的动物家园。各种动物又带来了丰富多样的生态性，生态环境自然就变得有弹性了。当地球抽风，一会儿大旱一会儿大水的时候，一个有弹性的生态环境就可以抵消这些错乱。这么看来，河狸简直就是地球工程师地表血小板。原来他们2000多万年来承接的工程是修复地球，怪不得麻省理工、加州理工都要拿它当吉祥物。其实早在1904年，纽约就还遭受过一次大旱。当时科学家的应对方案之一就是从加拿大进口了20只河狸扔到熊山公园。在1948年的时候，美国也在西部大量投放过河狸。当时二战刚刚结束，遗留下来了很多降落伞和空投物资的那种板条箱，空军就把它们改造成了投放河狸的装置，在西部到处投放。据统计，从48年到98年50年来，至少有3000多个西部的山沟被河狸变成了肥沃的小河谷。1973年，蒙古国的特使就从加拿大引进了数百只河狸，投放到他们的河流周围，但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分析原因，是因为河狸大概分为3种，一个是美洲种，一个是欧洲种，还有一个是蒙古种。美洲种到了蒙古有点懵，所以2012年的时候，蒙古国又专门从德国空运了14只欧洲河狸，在首都周边投放。去年3月，也有新疆媒体报道，时隔近100年，新疆首次拍到了野生河狸，在乌伦古河边，一共5只，应该是一个家庭，他们正在拿冰块当桌子吃饭，一顿饭吃了整整6个小时。
这是土生土长的猛虎种，叫做蒙新河狸，国家1级保护动物。河狸也是加拿大的国宝，它们现在在野外生活得很自在，在河边搓澡，在路边礼让行人。它们本来在这个地球上就这么自由自在地生活了2000多万年，但在几百年前，它们差点就灭绝了。故事大概是这样的。时间回到1241年，蒙古大军攻入波兰，欧洲联军一路溃败，他们根本不是蒙古人的对手。大雨下个不停，条顿骑士、波兰骑兵、匈牙利的轻骑以及密密麻麻的步兵兵团准备在西里西亚和蒙古大军决战。这里河流纵横，道路泥泞，他们希望沼泽可以挡住蒙古战马的铁蹄，希望雨水可以模糊蒙古射手的视线。虽然雨水和沼泽同样会控制欧洲联军，但他们顾不上那么多了，只要能贴身肉搏10换1，他们也在所不惜。就是在这样一个悲壮的阴雨天，蒙古大军突然突袭了联军大营。欧洲联军惊奇地发现，蒙古人就像点了避雨咒一样，泥泞丝毫没能延缓他们的行军速度，他们比预计的时间早到了10多天。同时，雨雾模糊了联军骑兵的视线，他们什么都看不清，但远处的蒙古射手还是能百发百中。很多年以后，欧洲人才弄明白，蒙古大军使用的避雨咒正是河狸。其实早在人类发明织布技术以前，蒙古、新疆这一带的远古人类就已经掌握了毛毡技术，也就是用动物的皮毛加上肥皂水不断的挤压变成毛毡的这种做布料的技术。而当蒙古人用河狸皮做毛毡的时候，他们发现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避雨材料，只要在蒙古包里加入几片河狸毛毡就可以完美避雨，只要戴上一顶河狸毛毡的帽子就可以在雨天射击。从此以后，欧洲人像崇拜神明一样崇拜河狸毛毡，恰好欧洲有抓也抓不完的河狸。拿破仑那顶标志性的三角帽其实就是500年前的蒙古黑科技，包括日耳曼的绅士、大航海的探险家，甚至是福尔摩斯的那顶圆顶帽都是河狸毛毡。很显然，如此大的市场需求，持续几百年的不断供应，欧洲河狸很快就灭绝了。到了1670年，英国皇家海军的部长、皇家学会的主席佩皮斯，就连他都要在日记里不断的抱怨，新买的这顶河狸毛毡真的是贵到他肉疼啊！他甚至准备把这顶毛毡当作遗产留给他的小儿子，这太夸张了。他可是海军部长，祖传贵族，绝对不差钱的。换到现在，这哪是毛毡帽啊，简直就是头上顶一套大别墅啊！欧洲人痴迷河狸帽已经快疯了，但欧洲哪里还有这么多河狸了？不要急，哥伦布马上就要发现美洲了，印第安人这里还有抓不完的河狸。起初，印第安人也不知道河狸能够做毛毡，主要是用来吃和占卜，吃的方法还特别奢侈，只吃那条鲜嫩的大尾巴。印第安人认为这条尾巴十之壮阳，直到现在，加拿大还流行一种美食——河狸尾巴。当然，这不是真正的河狸尾巴。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和中国的商朝人很像，把河狸的肩胛骨丢到火里面烧，烧完以后根据裂纹来占卜凶吉。最原始的印第安人克里族，他们的神话中是因为河狸修建堤坝才导致毁天灭地的大洪水，所以他们捕杀河狸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恰好这个时候来了一群白人，跟他们说20张河狸皮换一把钢刀。印第安人当时一定觉得这帮白人是不是不会算账的傻子。尽管怎么样吧，反正最后变成了1张河狸皮换20把钢刀，然后又变成了1张河狸皮换20把钢刀，外加1把火枪。再然后就爆发了著名的河狸战争，法国支持了印第安人和荷兰支持了印第安人，为了争夺河狸皮的资源互殴了10几年，打到最后2个都有小10万人口的印第安部落都只剩下了几百人，于是毛皮贸易就被白人垄断了。接下来的故事就到了1800年代，美洲河狸也快要绝迹了，纽约时不时的就会被干旱袭击。接着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这年，美国刚刚从法国手上购买了整个路易斯安那，杰斐逊总统就派出一支远征队，横穿美国，绘制地图，打通商贸，直达太平洋。这一路上找三文鱼和红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之一，因为这2种鱼在当时是美国重要的贸易资源。结果在找鱼的过程中，他们就发现，如果某个地方有大量的三文鱼和红鳟，就一定能发现河狸。
而一旦河泥绝迹，三文鱼和虹鳟也慢慢就消失了。这是为什么呢？当时没有人懂生态学，但精明的美国总统们很快意识到得开始保护河泥了，因为他们想要开疆拓土，就必须持续出口河泥三文鱼去换钱。就这样，美洲河泥的种子总算被保护了下来，逃脱了被彻底灭绝的命运。到了1930年代，生态学正式发展了起来，生态学家们才开始惊呼：纽约不想变成沙漠，就立刻保护河泥。然后河泥就变成了加拿大的国宝，还被印到了钱币上。生态学家们也开始花式研究河泥。第一个问题，河泥筑坝是本能还是跟父母学的了？这个问题很好研究，只需要抓一只小河泥来养一段时间就知道了。就在2020年，这位女士在野外救了一只小河泥，然后把它当宠物养在家里，还给它取了一个酷炫的名字 JB， 贾斯汀比伯的意思。过了几个月了，小河泥长大了，就开始晃晃悠悠的在他家里建起了水坝。鞋子、地毯、毛巾、玩具、塑料袋、曲棍球棒，甚至是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全部被小河泥叼去建水坝了。每天小河泥都要冲凉洗澡4、5次，喜欢吃胡萝卜、玉米，睡觉的时候还会把毯子塞到嘴里吮吸，就像在吮吸奶嘴一样。但有时候小河泥也会把那些实木家具当成树桩子去练习伐木，没几天就损坏了主人500-600美金的家具，墙皮、墙角线、木门，甚至是名贵的实木桌子都被他拿来练习。最后主人给他在院子里修建了一个大公园，有山有水有人爱，真是一只幸福的河泥啊。第二个问题，河泥为什么要修坝呢？因为河泥和水豚一样，是个只吃草的大耗子。水豚是现存的第一大耗子，靠人见人爱的粪便生存，它的粪便是所有动物都喜欢吃的美食，所以大多数动物都和水豚关系良好。河泥是现存第2大的耗子，它和水豚不一样，还没有进化出在光天化日大摇大摆上街的本领，只能和其他的老鼠一样，晚上偷偷的出来觅食。但是它又不吃肉，只吃草，就得不停的吃才能吃饱，去哪里找这么多叶子呢？于是河泥就进化出来了修坝的神奇技能，用水坝堵住河流，制造湿地，湿地里的水草就会长得又快又多，这样河泥就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同时它不断的伐木，啃食树皮下面的含糖层，也顺便修筑新的水坝。世界上第1大的河泥坝在加拿大的伍德布法罗国家公园，有850米长，据说是唯一一个可以从太空中看到的非人类建筑。科学家估计过，这个水坝是从1975年开始建设的，是由好几个河泥家族共同管理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建完，预计要到2075年，河泥家族将把它建成一个长达2公里的巨型水坝。生态学家们还观察到，河泥除了是工程师，还会搞物业、收租金。因为河泥不冬眠，他们会在湿地家园里建很多巢穴，这样到了冬天，他们就会把多余的巢穴租给其他要冬眠的小动物去住。当然，小动物住进来是必须在巢穴里存放食物，当做租金的。在人类到达美洲以前，这里预计生活着5亿只河狸，有一种已经灭绝的巨型河狸，估计有一头熊那么大，400-500斤重，有一根它的牙齿化石足足有20厘米长。还有一种已经灭绝的古河狸，差点被人类当成了外星人。说是1890年代，美国各地出土了很多这种未知的螺旋体化石，各种学说都无法解释它是怎么形成的。很多人开始把它叫做魔鬼开瓶器，认为这是史前文明或者外星人的遗迹。结果最后破案了，这是古河狸的巢穴化石。这些古河狸并不像现在河狸一样在水上筑巢，而是挖掘这种螺旋形的地穴，后来地穴被淤泥填充，就成了化石。甚至有生态学家说，如果没有远古的这些河狸，可能在上一次冰川融化以后，整个北美都会变成一片沙漠。第3个问题，河狸究竟是怎么修建水坝的呢？这个过程非常有趣，河狸会先咬一些较大的树木，咬掉一半，然后等风来完成后面的工作。河狸是无法控制风向的，所以人类也经常目击河狸被树木砸死的惨案。大树伐倒以后，它就会去咬一些小的树木和树枝，让它们和大树互相锁死，每一个木头的结构都很巧妙，树枝越来越密集，河水就被一点一点的阻断了，淤泥就会继续阻塞那些空隙。这个时候河狸就开始捡石头加固水坝，等石头铺得差不多了，它再去收集淤泥、水草、苔藓什么的，
把它们当作水泥往堤坝上涂抹，这些水泥都是活的，它们慢慢生长，会让水坝越来越牢固。一家子河泥一起上阵工作，通常是在夜晚施工，悄无声息。突然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这简直是大自然的奇迹。完工以后，河泥还会维护这些水坝，每当他们听到有水声，就会立刻赶过来修补。这些河泥坝改造了美洲，也改造了地球，他们真的就像一个工程师一样，不断的修补地球，保护生态。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还以为你会吃播一条真正的河泥尾巴，还好为了地球，你忍住了。